佳能无人不知，从东京六本木一间闷热的小公寓内，几个买不起徕卡的年轻人开始。走过这1个世纪，他们到底靠的是什么？是执念，是好运，还是一次次把旧时代狠狠地扔进垃圾桶？大家好，我是胖猫。我们今天的故事不讲相机和打印机的发展史，那些复杂的参数我也搞不懂，而是要回答一个问题：感动常在，何以是佳能？1932年，民国21年，上海滩10里洋场灯红酒绿，华阳杂处，那是商贾云集。这一日，32岁的日本商人吉田五郎踏足沪上。吉田供职于一家光学精密器械贸易商行，此番来是受人之托来为日本国内电影公司购置一批摄影器材。上海、东京，吉田时常往返，所以他早就熟门熟路。几经辗转，他叩开了老相识美国商人罗伊·迪利的大门。在交易攀谈的间隙，罗伊忽然冷不丁地来了一句：“吉田君，贵国能造出威震四海的钢铁巨舰，却为何造不出这个玩意儿？”说着，他指了指货架上那台刚刚问世不久的德国徕卡2型相机。闻听此言，吉田心想：耶，真的哪能意思啊？刚想发作回怼，可当目光扫过相机旁的标价时，他禀劳了。这台相机的价格换作日元要420块，在当年的东京，那可是能买下半套宅子的价格。显然他买不起。那一刻，他大和民族的自尊心被深深刺痛，这是在强国技术面前被碾压的锥心之痛。说到这儿，也许有看官要问了：这吉田怎么那么玻璃心？是的，咱们换做一般人啊，不至于这样。但吉田是个技术宅，他平时也爱研究拆装这些光学器材，所以他听到这话特别敏感。回到日本东京，吉田找到了他的姐夫内田三郎，说：“姐夫啊，你在证券公司上班，认识的大户多，看能不能拉点投资，借些钱来，我去买一台徕卡相机回来。倘若能参透这德国人的奥秘，咱们自己造，日后啊必定是泼天的富贵。”内田三郎一听，连忙摆手苦笑说道：“你可拉倒吧，看那大盘指数10载寒暑，郁郁葱葱，3000上下兜兜转转，如今哪里来的大户啊？早就被消灭光了呀！”话虽说的绝情，脸儿也是这么个脸儿，但看到小舅子眼中的那份执着，内田最后啊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既然大户指望不上，那就只能靠朋友。于是他找来了一位妇产科大夫朋友，他的名字叫玉手洗义。1933年，东京六本木一间闷热的如同蒸笼的公寓里，几个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桌上的那台凑钱买来的徕卡相机。只见吉田手拿一把细小的螺丝刀，小心翼翼地拆开相机，咔，随着最后一声轻响，徕卡被肢解，几百个零件铺满了整张桌子。突然，就在这时，吉田是放声嚎啕大哭啊！站在一旁的内田三郎和玉手洗义都看傻了呀，心头一紧，坏了，莫不是拆得太碎，装不回去？吉田这小子急火攻心，发癫了吧？于是赶忙冲上前去宽慰，吉田却一把推开他们，满脸泪痕，指着桌子上那一堆零件，嘶吼道：“兄弟们，你们看啊，这里面哪里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哪有什么神话？不过是些黄铜、铝片、生铁、橡胶，我就不明白了，这些便宜货加在一起，明明不值几个钱，凭什么德国人把它们组装起来，就能换走我们日本人几年的血汗钱？”这一刻祛魅了，他意识到相机不是神话，它是工业品，只要是工业品就可以被复制。1933年11月，精密光学仪器研究所在这间六本木的小公寓里正式成立，这便是佳能的起点。接下来，那是一段日夜颠倒的日子。六本木的公寓里，吉田五郎凭借着那股风劲，硬是靠双手搓出了几百个零件。当他们组装在一起时，日本第一台国产高级35毫米相机原型机诞生了。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吉田看着手里的这个铁疙瘩，仿佛看到了神迹。他给他起了一个极具宗教色彩的名字，叫观音。然而，有了观音的肉身，吉田还缺观音的眼睛，这中间拦着一道难以逾越的技术难关——光学玻璃。在1930年代，日本的光学玻璃熔炼技术那是国家级的机密，放眼全日本，只有一家公司拥有从熔炼到打磨的完整产业链，那就是拥有军方背景的日本光学工业株式会社，也就是后来的尼康。吉田能造出精密的机身，却搞不定镜头，
不过他并不着急，他对内田说：“别急，我慢慢想办法，一定能做出来。”这个时候，姐夫内田坐不住了。他是搞金融的，看得懂局势啊。若是继续闭门造车，资金链随时都会断裂。这门生意到底还做不做了？不行，既然自己造不出来，那就去借去买嘛。内田想到了一个人，他的内弟内田良之助。此人恰好曾经在日本光学担任过监事，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吗？还不速速去谈合作？而当时日本光学是什么状况？他们主要是在给日本海军造测距仪和潜望镜。政府订单固然稳定，但毕竟这量摆在那里，哪里有那么多的船舰需要去装配？余下来就是望远镜的单子，那也不如枪炮子弹吧。可企业要生存，员工要发工资，要吃饭，他们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市场契机。结果内田三郎带着做相机的想法找上门去时，双方当场就一拍即合。京畿光学出机身，搞定快门、卷片机构和外壳；日本光学出镜头，搞定光学系统和卡扣标准。1935年，日本第一台高质量35毫米旁轴相机汉莎佳能诞生了，这就是他们的开山之作，一个组装货。但这恰恰证明了内田三郎的老练，在生死存亡之际，生存优于品牌，整合优于自研。可在另外一边，伴随着汉莎佳能准备量产，这小舅子和姐夫的矛盾又爆发了。吉田五郎天天想着要精益求精，仔细打磨，但这在内田的眼里，这种极致就是个大麻烦。经销商那边定金都收了呀，赶不上交货日期，那就得赔钱。是要工厂还是要作坊？是要标准还是要匠人情怀？吉田五郎和他姐夫那是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最终走向决裂。这位亲手打造出原型机的创始人黯然退股。1935年，吉田走后，他们扔掉了那个充满宗教味的观音名称，将英文佳能注册为商标，意味盛典规范。1937年，公司重组为京畿光学工业株式会社，注册资本100万日元。内田三郎担任社长，玉手喜义担任董事。几年后，随着内田被军方调往南洋新加坡，1942年，玉手喜义正式掌舵。这位代父出身的企业家为佳能注入了全新的基因。他逐步废除旧式工头制，强化按能力与贡献来评价员工，甚至在那个年代就敢于提出每周双休日制度，因为只有医生最清楚，有健康的员工才能有健康的企业。至此，旧时的作坊死了，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管理的佳能诞生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生活周刊王牌战地记者大卫·邓肯在天寒地冻的战壕里，惊讶地发现他手里的那台昂贵的德国徕卡镜头竟然冻裂了，反倒是他此前在东京买的尼康镜头却安然无恙。之后，他将此番经历写成报道公之于众，一夜之间，全世界都知道了尼康比德国货还要硬。玉手喜义自然也听到了。他坐在办公室里，内心是五味杂陈。他比谁都清楚，尼康的血管里流淌着是三菱财阀的铁血，那是造战舰、坦克的基因。在生死的战壕里，尼康的军工品质完胜佳能精致的民用情怀。在整个50年代，玉手喜义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旁轴相机这片旧战场上拼命厮杀，是要和尼康一决雌雄。于是到1961年，他们造出了佳能7，也造出了梦之镜 F0.95。他天真的以为只要参数上能赢，老子佳能便是天下第一。殊不知尼康早就把他甩出了一个身位。尼康 F 横空出世，当玉手喜义拿到尼康 F 的那一刻，医生的直觉告诉他坏了，出事了，方向搞错了，单反才是未来，旁轴要死了。玉手喜义匆忙迎战，推出了 Canon Flex， 但因为准备不足，这台充满妥协的机器在尼康 F 耀眼的光辉下毫无胜算。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日本战后复兴的高光时刻，本该也是玉手喜义的荣耀之时。他坐在看台上，望着跑道边的记者席，心凉了半截。放眼望去，全是尼康。全世界最好的体育记者都在用尼康 F 捕捉博海耶斯的夺金瞬间，佳能去哪儿了？那一刻，玉手喜义必须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佳能赢不了尼康，只要还在拼齿轮、拼弹簧，就永远是个跟班。接下来怎么办？玉手喜义做了2件事。第一件，咱们先别管相机了，而是先把精密机械这门手艺
悄悄地伸进办公室，因为他认准了这里还有一个大市场，这是一步暗棋。他们做出了世界上首创的实践式计算器。然后咱们回到相机战场，他要发动一场逆袭战，电子化。这个提议在佳能的内部引起了传统的机械工程师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无法接受把精密的黄铜齿轮换成几块看起来廉价而且脆弱的绿色电路板。在争议声中，下一位强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贺来龙三郎。1970年，就在玉手洗衣电子化逆袭战还没打响之前，佳能做出了日本首创的普通指复印机 MP1100， 突破专业壁垒，把复印机变成了办公室的普及品。这里的专利主要说的是和施乐在60到70年代的专利纠纷。由于这不是咱们今天的主线剧情，咱们就先放一边，以后我会单独拿出来说复印机之战。你只要记住一点，办公室里的需求能给佳能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这就是支持他们研发的战争补给线。时间来到1974年，创始社长玉手洗衣退居幕后，成为董事会主席。在田田武男短暂接班却因病早逝之后，1977年，贺来龙三郎走上前台，他是佳能的第3代社长，也是玉手洗衣电子化的坚定执行者。东京奥运会的耻辱历历在目，所有人都没有忘记。1976年，一款代号为 A11 的佳能相机摆在了世人面前，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内置了微处理器 CPU 的单反相机。以前你拍照片靠的是经验，现在靠的是算力。可这些也不过是用户视角的差别，它们背后是佳能对生产力的血洗。芯片取代了齿轮，零件少了300多个，老师傅的手艺被换成了机械臂、流水线，成本大幅压缩，让单反第一次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变成了大众可以买得起的武器。销售数据捷报传回总部，500万台。在此之前，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款单反相机能卖出超过100万台。短短几年后，1979年再传捷报，推出 LBP10， 把激光打印带进桌面时代。这个时候是要量有量，要枪有枪。财务报表上，佳能彻底是赢麻了，现金流多到花不完。社长贺来龙三郎心想，佳能总算是扬眉吐气了，看来能过上几天逍遥太平的日子了。可商场江湖哪里会让你风平浪静、逍遥自在？没过几年，市场里就突然冲出了一匹黑马，直接就把佳能和尼康这双雄杀了一个措手不及。他的名字叫美能达。1985年，他们就悄悄地发布了世界上第一台真正实用的自动对焦单反阿尔法7000。自动对焦的时代来了。摆在尼康和佳能面前的是一道送命题，赌桌上自动对焦这把牌，你是跟还是不跟？不跟与时代脱节，跟则意味着改变卡口，让以前的老镜头无法适配新机器。尼康率先亮牌，为了不让老用户们心寒，他们死保经典的 F 卡口，方案简单粗暴，在机身里塞一个马达，伸出一根像螺丝刀一样的连杆去硬捅镜头的屁股。虽然笨重，但它让老用户们是热泪盈眶，因为老镜头还能用，情怀保住了。但再看佳能这边，会议桌上的烟灰缸塞满烟头，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所有人都看向贺来龙三郎。桌子上摆放着一只佳能的 FD 老镜头，每个人都在等这个最后的决定。只见贺来龙三郎拿起镜头，狠狠地扔进了垃圾桶，伴随着一声玻璃破碎的脆响。1987年，佳能摊牌了，他们宣布废除使用16年的 FD 卡口，推出全新的 EF 卡口。这个改动让佳能过去几十年机械单反卡口从1959年开始卖出去的数百万只老镜头瞬间报废。这种断舍离激怒了全世界，甚至有人给佳能总部寄去刀子，要贺来龙三郎剖腹谢罪。接下来反转来了，当第一批用户拿起佳能新相机按下快门后，发现世界安静了。再听尼康的对焦声，像装修队的电钻，充满了机械的挣扎。因为佳能把马达装进了镜头里， USM 超声波马达，没有齿轮摩擦，只有磁力驱动，急速静音，指哪打哪。这就是佳能可以赌赢的原因，甩掉陈旧的技术，选择拥抱未来。也许会背负骂名，但佳能证明了一个真理，在技术的世界里，最大的慈悲不是怀旧，而是进化。光学的霸权从此易主，新皇即将登基。
1995年，佳能迎来了一位铁血新军玉守喜傅士夫。作为玉守喜家的后代，他在美国分公司整整历练了23年。他回国接任社长时，佳能虽然在相机界早就独霸一方，但因为盲目扩张，搞个人电脑和搞液晶屏，背了一身债。这似乎是所有日企做大之后的通病，恨不得连幼儿园也想自己开。傅士夫则不同，他带着华尔街的冷酷思维，一上台就干脆利落地干了2件大事。第一件，砍掉所有不赚钱的部门，哪怕是老臣子负责的分公司也不行，通通不讲情面。第二，现金为王，佳能要建大粮仓，为更大的战役做准备。2000年，佳能把纸和电子文档打通，2007年又杀进商业数码印刷领域，后方的这座粮仓已经发展成妥妥的大粮库了。有了粮要干嘛？当然是搞事情。接着，这位暴君掀起了一场白色风暴。各位，你可以不懂相机没有关系，你只需要看颜色。因为萤石镜片的关系，佳能的工程师把镜筒涂成了白色，防止它在烈日下变形。但这些在傅士夫的眼里，那是战场上最耀眼的军装。还记得1964年东京的那个夏天吗？当年叔叔玉守喜义坐在看台上，看着底下一排排黑色的尼康，备受羞辱。如今整整44年过去了。2008年，当侄子玉守喜傅士夫看到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那一排排白色的巨浪，今天侄儿替你洗刷干净了。北京奥运会之后，数码相机从单反向无反方向发展，他们需要一个心脏传感器。尼康为了省钱，选择拿来主义，直接去问索尼买。但玉守喜傅士夫是一个有着极强控制欲的独裁者，他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心脏握在别人手上，佳能就会丢掉江山。他力排众议，砸下数千日元死磕传感器。当时的人都笑他，说他傻，说这是重复造轮子。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正是因为完全掌握了底层技术，佳能的工程师们才能解锁改变世界的功能——全高清视频。2008年 EOS 5D Mark II 江湖人称无敌兔问世了。当好莱坞的大导演们拿起这台2万块的佳能相机，当复仇者联盟开始采购佳能设备时，玉守喜傅士夫坐在东京总部的办公室，看着高达50%的市场占有率，露出了笑容。这是佳能的技术独裁换来的最高奖赏。玉守喜傅士夫用美式的铁碗和日式的技术，打造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堡垒。2010年前后，佳能站在了世界之巅，他们也就难免开始傲慢，想着既然我已经是老大了，你们手里的一堆镜头都是我的，那我为什么要拼命升级？每年的新机器稍微改个参数，换个壳子，这就叫升级。粉丝们气得牙痒痒，送给了佳能一个响亮的外号——牙膏厂。就在此时，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野蛮人索尼来了。索尼没有单反包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2013年10月，全画幅微单 A7 面世，这一刀就直接插进了佳能的软肋。起初佳能这边还嗤之以鼻，说没有光学取景器那就是个玩具，那是家电，专业摄影师怎么可能用那个玩意儿？这就像当年的诺基亚看不起苹果，柯达看不起数码相机一样，典型的创新者困境。更要命的是，佳能并不是没做无反，2012年就推出了 EOS M 系列，但他迟迟不肯把主力舰队从单反迁过去，尤其是在全画幅这条主航道上，动作太慢了。为了保护那1亩3分地的单反利润，结果就是温水煮青蛙。短短几年，风向就变了。曾经全是红圈镜头的婚礼现场，现在开始闪烁着索尼的橙色光圈。佳能引以为傲的护城河被索尼用黑科技一点一点的抹平了。这还不算啥，真正的冰山是整个行业在下沉。2010年全球数码相机出货量1亿2千万台，到2016年只剩下当年的一个零头2419万台。财报开始变红，利润开始缩水，智能手机在屠杀低端相机，索尼在蚕食高端市场，佳能这艘巨轮眼看着就要撞上了冰山。到了2016年，80岁的玉守喜傅士夫坐不住了，他看透了一件事：相机的时代迟早要结束，哪怕打赢了索尼，在一个缩水的市场里称王称霸又有什么意思？佳能需要一张新船票，通往下一个100年的船票。这个时候机会来了，另一家日本巨头东芝陷入重组与现金压力，在会计丑闻之后被迫拆家卖资产，其中最值钱的家当
东芝医疗被摆上了货架，富士胶片想买，科尼卡美能达也想买，这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咬上一口。玉手洗傅师傅怎么可能放过？他果断出手，拍在桌子上的价码是6655亿日元，约合55亿美元。分析师们都惊了，溢价那么多，佳能这是要掏空家底啊！掏空家底，笑话。玉手洗傅师傅淡定得很，佳能多年的印刷业务那是稳如老狗，他会没有钱？更何况他算的不是小账，是大账。佳能如今的钱继续砸向相机，那是夕阳产业，只有砸向医疗，砸向 CT 核磁共振，佳能才会进化，才能活下去，才能赢下一个100年。事实证明，玉手洗傅师傅这个暴君又一次赌对了。收购落地时，相机市场那是一片凄惨。如果没有东芝医疗这根支柱，佳能很可能真的会成为时代的眼泪。直到你翻开今天的账本，你才能知道佳能真正的底盘。截止2024年，佳能营收4兆5098亿日元，约合285亿美元，毛利率47.5%，研发经费3373亿日元，每年的投入都在增长。专利数8万件，连续41年位居美国专利注册企业前10名，带薪年假率88%，男性育儿假期平均休假87天，业务遍及全球，主要营收来自美洲占31%，其次是欧洲和日本本土，最后是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亚洲地区。业务结构也非常的清晰，印刷、影像、医疗、工业4大板块并行运转。最后咱们来大致说一下今天佳能的4大板块到底在搞些啥，结束今天的节目。先说最大的印刷，这可不是你办公室里面那台打印机，佳能真正的印刷是一条从企业办公流程到商业印刷生产线，再到标签包装供应链的生意，既做复印机加软件，把文件流转、权限与管理一体化，也做生产型设备印刷，服务印刷厂，还往标签包装这种更产业的领域延伸。它本质上是一条 B2B 为主、门槛更高、现金流更稳的业务线，而并非低端竞争。接下来是影像业务板块，你同样不要把它想象成相机，佳能现在要做的是给机器装上眼睛，工厂要巡检，城市要监控，交通要识别，仓库要追踪，这些场景里影像不是作品，是传感器。佳能把相机之外的东西也算进了影像版图，监控摄像头、视频管理软件、影像分析一整套打包卖给行业，开始在全球做安防与视频解决方案。影像不再是玩具，是基础设施。第3块业务是医疗，这是重点，尤其是 CT 全球排名第3，与极翼、西门子、飞利浦等同属核心玩家，把他最擅长的影像与精密系统落在一个更刚需、更抗周期的赛道上。最后是工业，半导体这行最关键的一步，就像在米粒上画城市道路，用来把电路做进芯片和屏幕里。行业里最顶级的画法叫 EUV， 可以理解成最贵、最精细的神笔。这一块大家最熟悉的是 ASML， 荷兰的光刻机巨头，但佳能走的是另一条更像盖章一样的路。他在推纳米压印光刻，不是用最顶级的光去画，而是像印章一样把线路压在晶圆上，主打的是更省电省钱。佳能的新一代设备就是干这个的。佳能不是 EUV 那张王炸，但它是在替代路线上能做出设备、能交付上产线的少数厂商之一。好了，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故事。